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在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0.8%的上涨。这根阳线呢，代表着八戒阳线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我们回顾这轮行情，可以看到啊，盘的行情出现于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就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所以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预期。调整过后呢，在4月13日的这一天，我们重新在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这个阳线呢，突破了平台震荡的整理期。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向上方向我们就有看到沙僧阳线、八戒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在调整过后呢，悟空阳线4月13日的这根悟空阳线被空头剿灭。但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筹码中枢位置，这个位置呢在33000点附近在33000点构成了一个支撑，让行情得以重新启动，并且呢在周四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根新的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那有了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上方走出了八戒阳线，那么我们重新就有接着往下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方位于34000点附近已经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的位于34000点的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行情就有重新建立新高的一个可能性。交易着比特币的行情完全没有跟随美股，同美股发生了一些背离。我们看到美股是在持续的反弹，并且走出了一个八戒阳线的行情。但是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只看到4月27日的这一天走出了悟空阳线，那么八戒阳线还没有跟上来。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下跌过程当中，4月19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这是一根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代表了下跌行情的开启。走出悟空阴线之后，走八戒阴线和沙僧阴线，但在沙僧阴线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标志性的悟空阳线的崛起。那么这根悟空阳线呢，彻底将沙僧阴线和八戒阴线完全斩杀。那么目前行情重新回到了一个多头趋势上来，没有跟随美股，但并不表示后面的行情当中不会补涨。因此呢，在有了前天晚间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出现之后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能够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势必要突破31000点。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了之后，后面的2个阴线都是围绕悟空阳线的一个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K 线西游战法当中叫妖怪 K 线。那么去除了妖怪 K 线的干扰之后，只要不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28415点的话28415美金，行情就有重新启动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就是多头正在不断的发育。那么行情走到这个里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正在走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目前是一个箱体结构。这个箱体结构的主干部分是由前面震荡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的收敛三角形构成的。那么目前在29500美金附近是存在压力的。这个压力呢，是由3月20号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一个压力。但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目前在4小时的结构上已经站上了144均线、169均线，那么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上行动作当中，所以呢 K 线正在不断的上行。同时呢，当前行情的震荡主要是因为4月27日0点的4小时级别巨大阴线产生之后，它的一个回补动作。我们知道，快速下跌之后，行情往往会出现回补。目前已经经历了第一轮回补，如果能够经历2到3轮的回补，那么当前行情在3万点附近3万点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筹码空缺区将要最终回补完毕。如果能够回补完毕，最终形成箱体结构，并且在箱体结构当中能够形成更窄的收敛动作的话，那么我们将意味着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行情将要产生，也就是多头正在震荡过程当中酝酿。那我们补仓的位置大概率是在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也就是说在28500美金附近是可以补仓多单的。这个位置是4小时144均线所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同时也是当前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收敛三角形、筹码中枢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如果比特币在小幅震荡过程当中回踩了28500美金啊，是可以补进多单的。但是这个多单一定要设置止损，止损位呢，我认为在28000美金附近即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设置止损呢？原因是行情当中前面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285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但这个支撑位呢是由高点形成的。高点引过来之后啊，延长线的部分，这个支撑呢是不断下移的，所以呢，根据行情的调整啊，要适时调整的你的这个止损位置。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交易对已经跌破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是在0.066附近啊，这条支撑线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0.066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构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在下跌吸油过程当中跌破支撑线，意味着行情可能继续下探，那么当前行情，以太坊就是一个相对于比特币的弱势行情。在弱势行情当中，我认为以太坊不是一个可以做多的一个标的物啊。但是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之后，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是存在支撑的，但是呢，目前对于以太坊来说，走出悟空阴线之后走8阶阴线组，目前在 K 线上事实上是日线级别的8阶阴线组。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回踩到1650美金附近啊，这个筹码中枢附近之后，才是一个可以布局多单的一个位置。原因和比特币不同的是啊，以太坊目前没有走出日线级别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那么它意味着啊是一个下跌的趋势，耐心等待筹码中枢和4小时级别144均线跟上来之后，在165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啊，在这个位置才是一个布局多单的埋伏多单的一个位置。对比特币的下跌动作呢，让很多山寨币啊都在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但我们在行情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强势币种，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 INGO 啊，始终处在一个上涨趋势，本轮上涨幅度达到700%，巨大上涨之后快速回落的同时，我们看到回落幅度是在35%左右，35%的下跌啊，是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目前行情得到重启，重启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并且行情走的这个位置是8阶阳线的实体范围，那么对于它来说，日线级别就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能够走出唐僧阳线，势必突破10美金整数关口。那么对于 INGO 来说，它是一个强势币种，每次回调幅度啊都是非常巨大。第一次回调呢，我们看到43%的回调，第二次回调呢是35%的回调。2次巨大回调之后，我认为多头仍然在这个位置上发育。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周线级别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目前正处在周线级别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的8阶阳线的实体范围。那么对于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因此呢，对于 INGO 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14美金。看到了次新板块的一个快速回落的动作。那次新板块的快速回落呢，是因为有新的币种 EDU 啊重新上市。EDU 在成交量上，我们看到了首日上线啊，通过 IEO 上线币安之后，它的成交量就已经超过了比特币和以太坊，成为市场当中最热门的币种啊，唯一的一个最热门的币种。我们看到目前ID 和 ARD 啊，这个老次新币种成交量也非常巨大啊，仅次于比特币和以太坊。但是目前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在下跌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它首先是做了一个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的一个上涨动作，然后呢，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变盘的位置。那么目前仍然处在变盘的区域上，对于 ID 来说，它的最主要的支撑位呢是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0.65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同时呢，下方169均线，也就是在0.6262美金附近要设置止损。如果跌下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继续下探的趋势，最终呢可能会形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的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因此呢，目前在4小时级别支撑位附近，它是一个埋伏多头的机会，但同时也要警惕跌破之后的风险。认为 EDU 在上线币安啊，在通过 IEO 上线币安之后呢，会给币安平台重新注入大量资金，因为会有大量资金去打新
同时持有 EDU 之后获利之后，或者是 EDU 大幅回调之后，这些资金要出逃。那出逃之后呢，就会同币安平台的它的一个平台币 BNB 形成一个资金上的互动。那么有了这个资金上的互动之后，我认为 EDU 的涨幅结束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 BNB。当然了，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提前埋伏 BNB 在跷跷板效应之前呢，就是 BNB 和 EDU 交易对了跷跷板效应之前呢，埋伏 BNB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整轮行情 BNB 的走势非常稳健，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收敛三角形之后这个巨大的收敛三角形呢，起源于21年5月份高点出现之后呢，一直围绕这个收敛三角形运行。同时呢，在反弹过程当中突破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呢，在事实上 BNB 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但是呢，目前是一个缓涨阶段。在这个缓涨阶段，同时呢，通过 IEO 的打新资金重新注入到 BN 平台，让大家关注到 BNB 之后EDU 涨幅结束意味着 BNB 的行情要得以重启。当然了，如果谨慎参与者可以在日线级别的144均线附近，也就是300美金附近去布局进场。那么当前的行情当中，可以建立一个观察仓观察 BNB 的走势。如果出现回调和下跌打到支撑位附近之后，是可以进行参与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油战法。感谢大家，再见。